3个上帝总比没有上帝好，对吧？就像一凡说的，即使没有上帝，我也要创造一个出来。你有3个了 ，OK。这么多不打架。OK， 管他明确不明确，刚才说的保持深情，保持热爱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要和周边的人建立立体关系。我刚才说你只有3个，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菩萨，我的上帝比你多了去了，好，谢谢梅老师。哎呀，觉得梅老师的这个含金量太高了，就是哲学问题这么庞大的设计，没办法来提问了。我觉得您本人就是身体力行的一个榜样。谢谢。这些头衔真的很难，我就这么多年我都见不到第2个了。那么我就想针对刚才有一张 PPT， 就是讲出路的一张啊，找不到了。哪一个？出路，克服虚无主义的出路。出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那个，有5、6条啊，那个。好了，我就在想，那几条呢？不是这个，再往前吧，再往前，这个，就这个改变生活方式我觉得每一条都说得非常好，但是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，非常可能的场景。你想，一个年轻人如果他失业了，我看他除了第1条保持极简生活，其他条都跟他同个，他都挨不上，就像掉入了现在一个流行词叫宰杀线。一个社会如果20%的年轻人如果失业了，这个陷阱怎么跳出来？请梅老师解读。这个不好解。其实你这个问呢，你已经有了一个假设，这个人是独立的、原子化的存在。如果我们要想防止斩杀线现象的出现，因为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成功者，对吧？当官的有可能被免职，做企业的有可能破产，个人也有可能因为楼市这个跌了以后，你跌成负资产，对吧？任何人都会面临生命的挫折，所以这正是我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个体，这样要建立立体的社会支持系统。你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子，你是要成为立体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。假设你的亲朋好友看到你破产了，他会不会帮你忙？你只要度过这个危机，还可以从头再来，总有机会。所以我认为这个为什么中国街上的流浪汉比较少？或者说甚至你基本上看不到，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的支持系统还在。如果这个支持系统没了，那我估计我们和美国差不多，大街上的流浪甚至更多。所以我觉得社会支持系统非常重要，每个人都要多交朋友，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。这是我简单的回答，我不知道行不行。梅老师你好，我觉得其实您的人生非常精彩，我来之前也看过一些介绍，就是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您刚才讲到说放弃对于绝对真理的这个追求嘛，其实我想就想我估计您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哲学家嘛？您也经历了很多的探索、追求或者说挣扎，就是说您现在的状态是真的放弃了这个追求，还是说你已经有自己比较笃定的答案？我问这个点，谢谢。这个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。我96年就上山了，去佛教的修行。我跟着我师父是守藏经阁的，然后半年以后我就下山了。后来我又去了10几个大学去寻找答案。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嘛。我想我为什么活着？我不想等我快死了。然后我发现我活错了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学的这个缘故。那为什么放弃绝对真理？
那是哲学史的系统的学习和思考啊。但是我又没有放弃绝对真理，我又没有进入怀疑论和相对主义，这个跟我的这个工作状态、生活状态是有关的啊。我有4个孩子，我有我很好的家人朋友们啊，我有事业上的伙伴，我有很多的同事，我有酒友、牌友，全有，各种有，所以我不会陷入相对主义，我也不会追求绝对真理，因为我知道真理观，其实真理观在哲学上是以后可以交流，就不同的真理观，比如说有实在论的真理观，有构造论的真理观，有实在唯心论的真理观，有实效论的真理观啊，有容贯论的心理观，真理观有整体论的真理观，就是真理观事实上是有很多种的啊。传统的真理观呢叫实在论的真理观，就是你的认识和事物本身绝对